河南老君山海拔2217米的陡峭石阶上，一个瘦弱的女人正背着130斤的建筑材料艰难攀爬，她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，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，但最让人震撼的是，她的腿上有整整13道手术刀口。这个女人叫雷雨琴，因为没钱做手术，全家陷入困境。为了还债，她只能选择这份要命的工作。11年来，雷雨琴磨烂了37个背篓，完成了4万次攀登。而她的女儿曾经把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藏起来，当雷雨琴发现后，女儿竟然当场把通知书撕得粉碎，坚定地说：“妈，我能挣钱了，你不用那么累，我养你。”在中国的崇山峻岭间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肩扛上百斤重物，在万丈深渊边如履薄冰。他们被称为山涧蚂蚁，却是无数家庭的唯一希望。他们就是中国的背山工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些用脊梁托起山巅的隐形英雄，看看他们背负的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重量。在这些背山工中，最让人心碎的莫过于那些为了子女教育而拼命的母亲们。当雷雨琴得知女儿把通知书藏起来时，她哭了。天哪，你把自己都误了，我再怎么没钱也该供你上大学啊。可通知书早已撕碎，女儿的大学梦也就此成为了泡影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人也要加入这个连男人都害怕的行业呢？在四川与陕西交界的大巴山山区，张玉琴的故事几乎是所有女背山工的缩影。张玉琴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读书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她渴望借着知识的翅膀飞出大巴山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但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。家里姊妹3个都是女孩，父亲认为女孩读书没用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。张玉琴只上了3年学就被迫辍学。那时的她以为只要找个体贴、会照顾自己、能把家撑起来的人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但她没想到，等待她的是一条更加艰难的路。17年前，张玉琴嫁给了同村的郑兴邦。郑兴邦家里条件不好，父亲身体瘫痪多年，母亲早早去世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，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郑兴邦身上。不过在夫妻2人的共同努力下，他们帮助弟弟完成了学业，当了一名老师，日子开始渐渐好转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11年，弟弟的一个短信彻底搅乱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，他想要轻生。郑兴邦立刻赶回家，看到弟弟的那一刻，他们就知道出大事了。弟弟哭着向他们坦白，酒后赌博输掉了几10万块钱，这个天文数字对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，无疑是灭顶之灾。夫妻俩想尽办法，东拼西凑才凑了7000多块钱，连欠款的1/10都不到。面对如此巨债，丈夫郑兴邦1年4季在外奔波，逐渐干起了背脚的行当。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，身体也是越来越吃不消。张玉琴心疼丈夫，决定也干背脚，分担家里的压力。连父亲都心疼地问：“女儿啊，你这一辈子怎么就这么苦啊？”张玉琴自己也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摊上这么大的债务，这半辈子还能还得清吗？妹妹和姐姐都劝她离婚算了，但张玉琴想到的是2个女儿，她不能让孩子没有完整的家。就这样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2个女儿，张玉琴走上了背山的路。刚开始干背脚的时候，张玉琴遇到了很多问题。过了3天身上才不疼，前3天连搬砖都费劲，像80岁的老太太一样。身体的疼痛随着时间会慢慢减退，但心中的牵挂却越来越强烈。在老君山，张玉琴的工作异常艰辛。老君山位于河南省，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海拔2217米，山势险峻，道路崎岖，在巨大的造山运动中形成了独特的花岗岩峰林地貌。就是在这样险峻的山峰上，张玉琴每天都要进行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体力劳动。每天早上6点，她就要起床准备，从老君山中天门出发，背着石料、水泥、钢筋等建筑材料，沿着2000多米的陡峭山路，一步步爬到海拔2217米的山顶老君庙。这段路程单程就需要几个小时，她每天要往返7、8趟，来回走上10多公里。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。中间只有2个小时的午休时间，实际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，每次背的货物重达180多斤，几乎和张玉琴的体重相当。他们的工资按劳分配，把石料从中天门运到山顶，每斤4毛钱。张玉琴每天可以背600斤，能挣200多块钱。但这份收入完全看天气，下雨天山路湿滑不能干活，就没有工资。张玉琴从6月初到现在将近1个月，因为下雨只干了15天的活。
老君山是著名的暴雨区，夏季6、7、83个月受季风影响，常有暴雨，降雨量占全年的80%左右。当雨下大时，路面变得湿滑，根本无法背货上山。这时候，张玉琴就只能在简陋的工棚里等天晴，那里挤着6个工人，条件十分艰苦。张玉琴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16岁，小女儿6岁。离家的日子里，年幼的小女儿经常想妈妈，张玉琴只能通过电话哄她开心。每次要出门的时候，小女儿总是哭着不让妈妈走，甚至把妈妈买的8块钱的包都扯烂了，就是不让妈妈走。没办法，张玉琴只能让大女儿帮忙拉住妹妹，因为车子在等着，赶不上就要耽误第2天的工作。大女儿懂事的劝妹妹，妹妹听话，妈妈出门挣点钱，家里没钱花。每次看到女儿离别时的不舍，张玉琴的心都要碎了。有时候在工地上，她会突然精神恍惚，担心家里出事，担心孩子在学校有问题。这时她会赶紧打电话回家，只有听到家里没事，心里才能放心。但女人从事背山工作，要承受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，还有心理上的压力。张玉琴期盼着家中平安的同时，也期盼着老君山天气的晴朗，因为下雨天就不能干活，没有工资。对于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张玉琴来说，这已经是她能找到的最好收入了，但这些钱是真正用命换来的。如果说女人做背山工已经让人震撼，那么一个失去左臂的残疾人选择这条路，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。在华山，有一个名叫何天武的男人，他用一只手臂在天下第一险山上创造了一个奇迹。华山位于陕西省，历来以险峻闻名，有着天下第一险山之称。千尺撞、百尺峡、老君离沟等险道让无数游客望而却步，普通人空手爬山都会累得够呛，更何况背着上百斤的货物。可就是在这样的险山上，54岁的何天武已经坚持了11年，每天早上7点，他都会和其他挑夫一起赶到集合点等待装货。这些蔬菜、肉类和建筑材料就是他们要送上山的货物。何天武的装备很简单，一双军用胶鞋，一个背篓，一根拐杖。因为只有一只手臂，他不适合挑扁担，只能背背篓。但他背篓里的货物一点都不轻，每次都要背120斤，而他的体重却只有118斤。从北峰到五云峰，何天武要走过华山最为陡峭的路段，上千级台阶，近70度的坡度，他拄着一根拐杖，走得小心翼翼。越往上走，坡度就越陡，山峰也越大。何天武弓着身子，极力地保持着平衡。最难的时候，他的双腿会止不住的颤抖，脸上的汗珠如雨水般落下，但他腾不出手来擦拭。当体力完全透支时，他甚至要趴在地上匍匐前行。作为一名独臂挑夫，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何天武的人生轨迹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来自陕西汉中，原本有着一个并不富裕但还平静的4口之家。1987年，妻子因劳累过度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，何天武四处举债救治，但还是没能挽回妻子的生命。妻子去世后，何天武独自面对的是一个年仅10岁的儿子，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，以及12000元的巨额外债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笔钱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家庭。为了还债养家，何天武把2个孩子托付给年老的父母，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。他坚信只要勤劳肯干就能挣到钱，但接连到甘肃、河南的3个矿山打工，工资要么被拖欠，要么被克扣，始终没有挣到多少钱。1992年7月28日，这一天彻底改变了何天武的命运。为了多挣钱，他主动要求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小煤矿顶班，但刚下井不久，一场灾难就猝然而至。钢丝绳突然断裂，何天武的左臂被拉上井架，然后又重重摔下，瞬间的剧痛让他失去了知觉，等醒来时，左臂已经永远失去了。矿主给了他4200元钱，就让他回家。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何天武请求矿主让他留下来干些看门扫地的活，但都被拒绝。他拖着一条残臂回到家乡，曾经性格开朗爱说话的何天武变得越发沉默。在兄弟的帮衬下，何天武带着2个孩子艰难地活着，但不久，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弟弟又在煤矿事故中丧生，只留下一个骨灰盒回来。面对接连的打击，有亲戚建议何天武靠这只断臂去城里乞讨，但被他断然拒绝。人格不能失去，人格失去了买不回来。1999年底，何天武带着200块钱来到了上海，希望能在大城市找到适合的工作。但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，走了几家建筑工地，都因为身体残疾被拒绝。
为了省钱，何天武白天找工，晚上就在路边的绿化带中过夜。1个月后，身上只剩下10几块钱，仍然没有找到工作。就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何天武甚至想到了死。他在黄浦江边坐了很久，买了酒和吃的，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最终，他想到了家里的父母和2个孩子，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老乡找到了他，说要到华山做挑夫，只要肯卖力气就能拿到钱。何天武没有半点犹豫，立刻请求老乡带上他。2000年夏天，何天武来到了华山。第2天，他就背上了50斤货物，踏上了华山险道。第一次爬华山时，他被险峻的山路吓到了，呼吸困难，腿腰发软，手不敢松开铁链，腿都没力气了。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山顶，拿到那张工作票时，心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虽然当时美金只有3毛钱，那天只挣了15块钱，但这15块钱让他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就这样，沉到人生谷底的何天武，终于在华山找到了新的希望。这15块钱虽然不多，但让他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可能。如果说华山的险峻已经让人胆寒，那么墨脱雪山背负面临的，则是真正的生死考验。在海拔4700米的嘎隆拉雪山上，每一步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步。墨脱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的地方，位于西藏东南部，被喜马拉雅山与冈日嘎布山阻隔。每年10月进入冬季后，要想进入墨脱，就必须翻越海拔4700米的嘎隆拉雪山。而在这条死亡线上，有一群特殊的人——雪山背夫。40岁的老徐是四川邛崃人，16年前开始进西藏打工，5年前成为雪山背夫。他的装备简单到让人心疼，一双军用胶鞋，一卷透明胶带缠在脚上防滑，这就是他翻越雪山的全部装备。每年除了7、8、9 3个月，墨脱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雪山古道，大概200多吨的生活物资都要靠雪山背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背过这座海拔4700米的雪山。背篓里装的是新鲜蔬菜、水果，还有救命的药品。老徐一年要在这条路上往返120-130次，虽然已经翻过几百次雪山，但每次登顶后，他还是会默默地掏出几块钱，敬敬山神，祈求平安。因为在这样的高度上，任何意外都可能致命。背夫们的收入按重量计算，一斤10块钱。老徐一趟最多只能背120斤，再多背5斤就会出危险。在平地上背120斤和在海拔4700米的雪山上背同样重量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高原反应、低温严寒、路况恶劣，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要了人命。老徐有个19岁的女儿，因为怕女儿担心，他一直不敢告诉女儿自己是雪山背夫。每次背完一趟拿到钱，他都会立刻寄回老家。当被问到将来会不会告诉女儿时，老徐摇摇头，不说还是不说。这条雪山古道不仅考验着背负的体力，更考验着他们的求生技能。墨脱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到过渡地带，天气变化无常，雪崩、泥石流时有发生。在最险峻的路段，一边是万丈深渊，一边是峭壁峰峦，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。而在墨脱的山谷深处，还生活着另一群背夫——夏尔巴人。41岁的次吉多杰就是其中的代表，他的爷爷、父亲都是背夫，这门技艺在他们家族已经传承了几代人。夏尔巴人有着独特的背负文化，他们制作的背篓和拐杖都有严格的标准，拐杖必须根据主人的身高量身定做，从选材到制作，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世代传承的智慧。次吉多杰的拐杖是用当地一种特殊的木材制作的，这种树木生长在高海拔地区，经过雪压风吹，木质坚硬无比，能用10年左右。按他的话说，山上弯曲生长的树枝是最好的，经过雪埋雪路的反复磨练，那些树枝硬得很，根本断不掉。在背负技巧上，夏尔巴人也有着独特的方法，他们用手指扣在背篓的绳索上，这样能更好地保持重心平衡。休息时要把拐杖支在背篓下面，让一条腿放松，这样可以减轻腰部的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背东西时身体必须向前倾斜，这样可以防止重心后移而摔倒。次吉多杰说，他爷爷就是因为一次背东西时重心不稳，仰翻倒地，扭伤了腰椎，从此告别了背夫的生涯。为了防雨，夏尔巴背夫还会就地取材制作防雨工具，他们用大叶子做成简易的雨披，既能保护货物不被淋湿，也能保护自己。这些夏尔巴背负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。在2015年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中，
当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的时候，正是这些背夫承担起了重建家园的重任。他们没有向灾难屈服，以石头般坚强的意志背走了苦难，背来了建设新家园的希望。然而，随着嘎隆拉隧道的打通，雪山背夫这个职业也不再存在。老徐的心情很复杂，虽然不用再冒生命危险翻越雪山，但也意味着失去了收入来源。他说，将来墨脱公路的养护还需要人手，他会去工地上找点活干，继续守着这条陪伴了许久的路。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些人敢于在死亡边缘讨生活？也许答案就藏在他们坚毅的眼神中。为了家人，为了生存，没有什么山峰是不可逾越的。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中国的名山大川上都活跃着背山工的身影。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背负着不同的货物，但却有着相同的宿命，用血肉之躯与大山较量。在四川峨眉山，42岁的女背山工邓淑芬创造了一个让人震撼的记录，每天背12次，每次都是100公斤。她说背一次24元，每天能挣288元，比在家里干活更挣钱。峨眉山海拔3000多米的金顶上，金顶综合整治2期工程的建筑材料都是200多名背山工背上去的。从古至今，峨眉山历朝历代创建的200多座庙宇，每一块砖，每一片瓦，每一道门槛石，甚至脚下的山道石板，都是由背夫背上去的。每一块石板至少也有100多斤。这样绵长的山道，完全是靠人力一点一滴铺设而成。在山东泰山，有一位70多岁的老挑夫，他已经干了50年，每天还要跑20多趟。泰山6400步台阶，1300米的高度，对普通游客来说已经是巨大挑战。但这位老人每天凌晨5点就开始工作，一担水至少120斤，一个月只休息3-5天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这位老挑夫有个孙子考上了大学，孙子对他说：“爷爷，你很辛苦啊，我好好上学，考好了大学就不让你干了。”老人听了这话，干活更带劲了，大人小孩都认可，我干得越带劲。在四川剑门关，背山工的工作同样繁重，他们每天早上7点开始，下午6点才结束，中午12点吃饭后稍微休息，就又开始背货。一天要背20-30趟，100元的日工资需要用汗水和体力来换取。剑门关的山路陡峭，一天跑30趟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。更有历史意义的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，在雅安到康定的漫漫商道上，他们被称为茶杯子。80多岁的李潘玉还记得当年背茶的艰辛，我才13岁就开始背茶包，因为家里贫困，2个老人右脚不方便，我们是穷人，要找买卖。茶杯子们背的是20斤一包的茶叶，青壮年最多能背15-16包，也就是300多斤。从雅安到康定走一趟需要半个多月，后背是300多斤的分量，脚下是仅容1人通过的小路，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上世纪30-40年代，在雅安每天出门当茶杯子的人有500多名，如今随着大多数老人的去世，那段历史已经开始模糊。茶杯子作为1000多年川藏茶马古道真正的主角，正在沉默中渐渐消失。他们曾用最原始的方式背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险的一段岔路。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，54岁的西扰以前就生活在峡谷中，每年入秋的几个月时间，这条路他要往返多次。除了给家里置办1年所需的粮食和日用品，还可以帮进山的人背行李和重物赚取酬劳。大峡谷中的道路极其险峻，一侧是峭壁，一侧是深渊，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。但背夫们对这段路况最熟悉，他们有多年的峡谷行走经验，在这段惊心动魄的路上，有时还要担当摄影师的角色，帮游客拍照留念。这些来自不同山峰的背夫们，虽然面对着不同的山川地貌，背负着不同的货物，但他们的生活却惊人的相似，都是40-50岁的中年人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都有着不得不坚持下去的理由。他们用脊梁扛起了家庭的希望，默默承受着身体的疼痛，在各自的山路上负重前行。无论是峨眉山的金顶，泰山的18盘，剑门关的险道，还是茶马古道的崎岖小径，都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迹。为什么中国各地的背山工都有着如此相似的命运？答案或许就在他们共同承受的那份沉重中，生活的重担让他们别无选择。然而，当你深入了解这些背山工的生活时，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，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不仅仅是微薄的收入，更是身体上无法逆转的创伤。所有从事背山工作的人身上都带着相同的印记，长期的重负让他们腰椎凸起，肩膀变形，脖子和肩部连接处明显突出，
形成了背山工特有的驼峰。这是一种职业病，几乎每个干这行的人都逃不掉的宿命。更触目惊心的是他们腰部的伤疤，背篓边缘和腰部之间长时间摩擦，加上湿热的天气，会在腰部磨出永久性的黑色印记。刺激多杰指着自己的腰部说，背东西7、8天，这个地方就会全部烂掉，只能在腰部垫毛毯来缓解疼痛。腰肌劳损、静脉曲张、关节磨损，这些职业病伴随着每一个背山工。医学统计显示，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背山工平均寿命比普通人短10到15年，但面对生活的压力，他们明知会付出健康代价，却依然选择坚持。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时代的冲击。走进任何一个景区的背山工聚集点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几乎所有的背山工都是中老年人。在梵净山，最年轻的都在50岁以上；在泰山，70多岁的老人依然在坚持；在华山和天武也年过半百。年轻人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宁愿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，也不愿意选择这样又累又危险的工作。即使是没有技术的年轻人，也会选择在工厂里打工，至少工作环境相对安全，收入也更稳定。没有年轻人愿意接班，意味着这些世代传承的技艺面临失传。夏尔巴人的背负文化、茶马古道的运输智慧、各种山区的背负技巧，都可能随着老一辈的离去而消失。现代化的冲击更是致命的，几乎每个有背山工的景区都修建了索道或缆车。这些现代化工具不仅安全快捷，价格也相对合理。以索道票价120元为例，景区利润率高达 70%， 游客也更愿意选择这种便捷的上山方式。在一些景区，索道建设完成后，背山工的数量从几百人锐减到了几十人。原本热闹的背山工聚集点，现在经常是冷冷清清。墨脱公路开通后，雪山背夫彻底消失；嘎隆拉隧道打通后，老徐这样的背夫不得不另谋出路。我们之前在抬轿夫的视频中也讲过，2025年泰山景区出现了能负重120公斤的机器狗，还有游客坐轿被网暴的事件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期视频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，传统的人力运输正在被现代科技快速替代。景区管理的规范化对背山工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，规范化管理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安全性，另一方面，也意味着更多的限制和更高的成本。公司要抽成，景区要收费，背山工的实际收入被层层剥削。面对这些冲击，背山工们在艰难地寻找出路。有些人转做旅游向导，但收入大幅下降；有些人改行做建筑工人，但适应困难；还有些人坚持到最后一刻，直到再也背不动为止。在派镇，25岁的扎西就是新一代的旅行背夫和徒步向导。他负责备运游客的行李，规划徒步路线，每趟报酬约3500元。虽然还是背东西，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。他服务的是有钱有闲的城市游客，背的是相对轻松的行李，走的是相对安全的路线。但这样的转型机会毕竟有限，大部分传统背山工并不具备向导的知识和语言能力，他们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行业的消失。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业，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慢慢消失。当最后一个背山工放下背篓时，一种古老的生存智慧和文化传承也将随之远去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消失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讽刺的是，就在传统背山工面临绝境的同时，一种新的背山服务却在悄然兴起。在泰山，年轻帅气的大学生们做起了陪爬生意，收费600到800元，为游客提供背包、拍照、情绪陪伴等服务。这些身材健硕的帅哥美女凭借颜值和体力吸引客户，却从来不会把自己和那些传统的背山工相提并论。同样是在山上背东西，同样是靠体力赚钱，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天壤之别。泰山陪爬针对的是有钱有闲的城市游客，卖的是颜值和情绪价值，而传统背山工面对的是生存压力，承载的是家庭重担。他们背起的不只是货物，更是家庭的希望和民族的脊梁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他们选择了最后的坚守，直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背负，我们背负着父母的期望、子女的未来、家庭的责任，还有内心的梦想。不同的是，背山工背的是有形的重物，而我们背的是无形的压力。但相同的是，一旦背上了，就不能轻易放下。雷雨晴的女儿说：“妈，我能挣钱了，你不用那么累。”和天武说：“人格不能失去，人格失去了买不回来。”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背山工，用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，
什么是真正的坚强。你如何看待这些悲山公呢？在生活中，你又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有意义，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